嘿，你们好哈！我们今天来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请留意在不同的影片里面有相同的讯息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你和他相遇的那一天，你和他相遇的那一天，我们来捕捉一下就单点的那一天会遇到的一些前后的一些讯息跟迹象。好，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给你们一点时间选牌哈。好，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哦。那我们不啰嗦，选好了就开始了。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哦。我们一样用5张哦。来，我们今天时空来说，今天是以空间为主的哈。我们来仔细的只针对你们两个相遇的那一天的情况，跟前后可能有一些事件、故事线发展的一些讯息啦。好。先从这5张哈，很不错的一个开场哦，很不错的一个开场哦。先说你们遇见的那一天哈，你们有可能一开始就非常契合，然后聊起天来说起话来都很打动彼此的心啦。那爱情的成分跟爱情的感觉起来的速度还蛮快的哦。会立刻奔放起来哈。如果等一下这边还会翻到一些火能量的话，那该有的一些助力，该有一些能量，就都会在那里，甚至有可能隔天就一起去约会，一起去约哈，立刻就进入恋爱状况，这个机会是蛮大的哦。好，来，我来看一下4张哈。我还没有仔细看，其实确实哦都有哈。那但是在某一些牌面上的提醒是希望慢一点。如果它会有一个慢一点的讯号跑出来，那就表示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那个强烈的感觉确实会超乎你的想象啦。哦，那一天遇到的时候，那我看一下哈。今天我们就不太着重时间哪时遇到，我就讲那个遇到的当下哈，因为时间的部分，其他的影片也都已经有提到了一些。好，我们先不去对照那个文化，我们现在就着重在那一个时候。那当下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刹不住车，彼此都会有点刹不住车。可是牌面上希望慢一点，缓一点哈。那水能量这里告诉我说，会有一种很具体的感觉，跟一种幻觉的感觉会同时出现。那也就是说，你对他给的分数蛮高的，你们彼此都应该会给彼此分数蛮高的。然后对未来的想象、感情的想象，然后对爱情的渴望，哈，都会有一种难以控制的黏腻感，哈。我觉得一见钟情这个形容有点太浅了，我比较喜欢一见倾心啊，就是心的内在的联动非常强啦。哦，第一天就会有一种。当你隔天离开他身边，隔天再睡觉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有可能是一场梦，然后你会开始有点觉得不真实，觉得不可能会发生，不可能会持续下去。那个浪漫的感觉太充满了，然后你内在那个务实的感觉的能量非常低，不强，是很低的。那记得这边一直有在提醒一件事情，说，你要提醒一下自己，当这种强烈的感情出现的时候，要提醒自己要走得慢一点，因为你已经会走得很快了，走得慢一点也不会慢多少哈，你会往前的非常快。我觉得通常这里没有任何提醒牌。其实这里的那个走一点慢的提醒，也不是他真的是要来提醒，而是他这里的讯息是我故意把它挑出来，可以当做提醒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会需要能量上有一些平衡，所以我们要做一些防备。所以我在这里找到了类似提醒牌的提醒，告诉你它应该有这个讯息，慢一点。那我要说的慢一点，并不是说你会一头栽进去，然后迷失方向的慢一点。这里的慢一点比较像是说，走得太快，你会忘了去享受整个流程、整个过程，还有彼此之间那个细腻的感觉。那这边金币牌也有在说，细致的相处，小小的相处，一点一滴的观察彼此的状态，那一个幸福跟小小的乐趣。有可能会流逝掉，因为你们的感觉会走得很快，很快就进入什么什么什么节奏会
走得太快，记得要把它拉慢一点哈。来，那我再看一下其他的。就对于，因为我还蛮介意这里有2张牌哈，我在想说我要去对于土能量去做一些延展吗？还是对风能量？好吧，我觉得走风能量哈。好，就这里，看一下这些。好，我看一下这里的情境的连续怎么走哈。好，给我一点时间看一下。好。有一些小细腻的东西，确实是会被错过了哈。那你们会太快，因为彼此的喜欢，忘了讨论跟谈论彼此内心更多的东西。你们会一直顺着喜欢的感觉走，但是他这边希望你记得一件事情，这份感觉一出来的时候，就会走得蛮长久的，会走蛮长一段时间的。你们的关系的进化会有好几个转折，会从恋人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也会变成收妹，变成非常知心的好朋友。然后你们慢慢的会挖掘出2个人生活的共通点，会非常类似哈。然后2个人的关系会逐渐越来越年轻化，有点幼稚，进入一种比较幼稚的感觉，会很像小时候第一次找到最好的朋友的那一个感觉会有，然后再慢慢的在生活里面会找到一些未来方向的共通点哦。那彼此会是彼此可以讨论人生目标跟未来方向的一个很好的谈话的伙伴，然后彼此的信任度也很高。到后期了，不能说到后期了，到感觉比较成熟的时候，这个热度比较沉静下来的时候，你们2个就开始讲一些比较远的东西了。不是说彼此未来的方向，而是会讨论说自己的人生的事业跟未来的走向会到哪里，要不要一起去啊？或是可以先分开进行，然后最后再集合，这种会比较长远的东西会开始讨论。好，所以从这里确实是可以看到说，你们的相处其实本身就是有设定到会比较长久，所以不需要赶那个时间，不需要往走得太快，应该可以每一次的见面都细腻的感受了哈。因为这一个感情上看起来是蛮稳定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可是要让相处的内容更有一些味道，需要用一些方法了哈，还是不能完全顺着水能量往前走，不能完全靠直觉，它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你会错过很多很细腻的相处。你们应该要去创造很多故事里面的一些小支线，然后让整个故事线，或是以月来单位，让每个月都会有一些丰富的内容哈，不要让它变成只进入成立的爱情，然后跟着平凡的生活里面混在一起，就回头看，其实你们没有做什么，没有创造什么，没有创造一个新旅行，没有创造一些新的事件点，没有去强化彼此内容的一些爆点啊哈。那这边有说再细腻一点哈，再仔细一点，再慢一点，再慢一点这个题目，有在一些比较长远的概念里面有做出提示。哦，其实主要是说，反正时间还很多，不用急着冲。哦，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哈，来，我再看一下这里。哦，哦，你们这第一天就你们第一天就交换了蛮多你们的故事了耶哈，甚至连以前交往的对象啊、家里啊什么的，都还第一天就会聊到了耶，那就表示你们的信任感跟默契度还蛮高的，有一种话匣子突然打开了，又找到对的人哈，然后第一天就有一种。我不觉得你们第一天就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你们应该很早就认识。我不觉得你们一开始是这个感觉，因为他这里的顺序，我觉得比较像是到了中间才会发现说，你们因为他会慢慢让你们变得比较幼稚，那个时候才有一种比较像是认识很久的感觉。现在比较像是说，好像很难得遇到一个可以这样子热烈对谈、可以这样子热烈互动的人。哦，我觉得你们会比较觉得你们互动起来没有什么隔阂。好，但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感觉很像认识很久的人，我觉得没有，只是你们的节奏默契就搭配的非常好。好，来，那这一个经验，我觉得在之前的恋爱经验里面，应该没有重复出现过。哦，有的时候会有啦，但这一题我觉得不太像哈。那我跟你说哈，现在这4张牌，
有在提示着你们心理的距离，你们灵魂的距离。这4张牌都有说你们的一开始的心的距离还蛮远的。可是很奇妙的是，你们一直有在突破这一件事情，很自然的就突破。但是这边有在提醒你们，终究内心有一些深藏的秘密，真正的自己没有那么快会展现出来。你可能会展现，也许你们跟任何陌生人、跟第一次交往、第一次认识的人相处的时候，那些模式刚好找到最契合的人。可是心里那个越来越接近真实自己的那个样子，其实还没有走到那么前面。所以他真的这边，就像这边，他真的需要花一些时间，要花一些方法，慢慢的要走进彼此的心里。所以这边才会说慢，这边才会说慢，所以才会慢慢的2个人的相处会变得越来越幼稚，因为越来越走进彼此的心里。然后等到那个时候呢，命运之轮的能量4个能量的组合，那个混合、那个协调性就会出来了。所以我才会说，等到越来越走到内心的东西、了解的东西的时候，了解彼此的定位、了解自己的方向之后，未来就会有去讨论2个人关系的未来的走向，或是自己的事业，或是人生的规划的走向。那这一个走向跟这个还不至于会造成某种不一样的规划，然后分开，不太，因为你们前面好像有制造蛮强的一个默契，跟一种愿意等待，或是就跟这个人相处是最舒适的感觉，一开始就奠定起来。但是真正的突破关卡，让你们2个心真正拉近的是你们内心的那个真正的自己有展现出来之后，然后还交换了秘密，还交换了痛苦、喜怒哀乐、过往的悲伤什么，这些都交换之后，才有奠定这个基础哦。来，我先看一下这，因为这里要讲到一些基础基石，我看他走的方向。好，确实哈，的确是有一些分界点要出来了哈。这边有说啦，说如果没有那一个内心交换的分界点出来的话，你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要进到新的那一阶新的2个人关系的新的价值，没有哈。但是从更遥远、更远望的宇宙的讯息啊，长远的讯息、更宽广、更宏观的讯息来说，你们会走到的，就是要那一个流程，那个要过程，它需要一点一点在走，要慢慢的把自己展现出来。那这个节奏可快可慢，但是它的距离是远的。无论你要跑着到那个终点，还是慢慢走到那个终点里面，终究都会走到那个终点。所以不如好好的去体会中间的变化，慢慢的去突破，慢慢的去交换内心的秘密，慢慢把自己真实的自己慢慢的交出来就可以了，也不用急，因为时间已经第3张牌定义了这个关系的时间是长的啦。好，所以就不用急。来，再看一下别的，有一些，好，这里是需要翻的。然后这里是需要翻的，还有一些别的，我看一下，先这2张好了。确实蛮难的哈。要到了内心比较真实自己的那一块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挑战了，有一些闯关，有一些要突破了哈。可能你们到了比较更自己的时候，你们的语言模组就搭不起来了。那一个新的语言模组，那个对话方式要重新创造起来，所以它是要慢慢的走进去彼此的心里。这边都有说哈。那还好，你们彼此对彼此的那个吸引力非常强烈，所以即便带着有一点害怕的要把自己内心的事情讲出来，但是还是愿意讲，然后愿意达成一些一步一步的了解、进阶的了解了哈。那快不起来。这边也说不需要快，因为你们常常有一种关系的沉淀状态，那每次沉淀状态就能够恢复出一种全新的精力，对对方的渴望、对方的好奇就会再次加强，然后再就会去探索这样。那你们的相处可能会有蛮多不同地方的旅行，因为你们每一次旅行都能发现不同的彼此。这个应该还蛮多的，你们有意识到你们的时空场景位置的转换会造就你们2个对话的新的语言，那这个新的语言会让你们发现新的彼此嘛，所以你们会开始有点沉溺，有点好奇新的彼此跟你还没有探究到的彼此真正的自己，对方真正的自己会开始好奇，想要把它挖出来，但这个节奏是非常慢的，可是每一次的那个新鲜感跟乐趣，新的东西就会堆积出来，让你们越来越黏腻。来，我看一下这里，好像其实没有什么很多大问题的方向，一切都还蛮顺的。就是比较意外的是，时间一开始的爆点很强，可是时间节奏却不是那么的快哈。那他也没有要你们前面慢慢的慢条斯理的往后走，或是第一天就是有一种冷冷淡淡的认识，他也没有，他就是一开始就要有一种节庆欢呼、放烟火、放彩带的那一种
庆祝你们两个遇到的那一种热烈性哈。那但是还好没有什么能量是会在一开始相遇的前一阵就被用完了哈。我看一下，好，好，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位置，好像很多都 OK 哈。好，我再来翻一个来看一下，一些再往后一点的关系，也就从你们别的角度来看一下哈。好，这些。其实你们会遇到的事情还蛮多的啦哈，然后可是感情酝酿啊、收获啊，也都蛮多的哈。不太看得到你们有什么比较多的争吵，我觉得反而比较多的是你们内心新的距离，内心的那个心哈，那个距离有慢慢的被发掘，其实没有那么近。虽然相处起来很融洽或什么，可是才发现说原来内心都藏了一个真正要认识的人，放到比较深、比较远的地方哈。不过也还好啦哈，这边有时候终究会达到那个位置，你们会拾取彼此最真实的自己。那个时候可能会是一个新的认识，可能会有一种对于彼此的感觉会有一个重新洗牌，但是都还是好的哈，会加强更强的致命吸引力，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好，比较像是说一起转职。一起进阶哈，那除了未来的展望之外，你们好像会从那个之后更进一步、更接近彼此的时候，才会比较考虑说要不要住的比较近，或是住在一起。这样，可是这一个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空间，这个反而会变成是你们后来遇到的比较难的难题啦。哦，这边有看到说你们两个还是比较习惯自己在自己的独立空间，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比较奔放的、自在的做自己的事情。这一个习惯让你们两个的关系弹性跟空间是比较健康的，你们也比较喜欢这样。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们的能量非常被吸住的时候，你们会考虑到生活应该要节奏感更近，然后要试着生活在一起。也许你们心里都觉得有点抗拒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你们最想要的。可是关系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却会觉得这个步骤是必然的，应该要走进去看看。那我跟你说，这个确实是一个新挑战，你们要多想一点，要想得更仔细一点哦。因为目前看起来，住在一起或住在一起，时间各方面都在一起，还不如去多旅行啦。这边有说不太适合一直时间都在一起，因为它会有蛮多不吻合的部分会被凸显出来。你们更适合是固定时间见一次，或是常常一起出去旅行。因为这边有一种，你们需要在很多的场域的变化来增加你们彼此的一个热情、能量跟爱情的累积。虽然这边还没走到更远的位置，可是这边如果以爱情的初步确定关系遇到之后蹦出的一个快速的爱情前段的话，即便1年、2年内要住在一起，都不太算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这边都还是有一个持续性在讲说。你们约会的地方，你们一起去的地方，探索的地方的空间一直在持续的变化中，那个才是酝酿你们感情的最好的沃土的一个方法哈。那反正就慢慢累积吧，不用那么急着要把2个人拉得这么近。好，这里也是在这前面就是暗示这一件事情了。好，我再看一下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惊奇点没有翻到的时候，我看一下。好，我来翻一张关于你们2张好了，这我的对这些，然后这里哦，好，看一下这里，因为有时候讲很快，其实一样的内容哦，讲的时间讲得非常快哈。6，好，先说这2张哈，这2张其实不太吻合，各方面都很不同，有点站在不同的角度，哈，维度也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可是这里却恰恰的讲了一件事情是，其实你们2个可以当成是彼此的镜子，彼此的弱点在对方是个优势，那彼此需要协助，需要被互补，不要被帮我们对方显示在对方的优势，所以2个其实是可以互补的。但是这个互补比较不像是互助，比较像是说对方的优秀可以让你检视到自己还有更好的进步空间，还有你可以去检视，当这些对方身上有一些你渴望的东西已经在眼前具体的呈现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它吗？还是只是内心的一种脆弱跟自卑，想要去找事情去净化自己来去补足呢？所以他这里有一种你们2个心灵上有一种镜子检视自己的，还有你们彼此的反应，你们互动的反应。
能够比较照亮出自己内心的声音，就是说。有些问题你对自己提问，其实你找不到，你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是你问他，他给的那个最直接的反应，因为跟你非常契合，他就是你的那一面镜子。所以你问他的时候，他给的反应才是你心里那个最大声的声音，然后这边被喊起来了。他这边有一个镜子，现在是你们两个相处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了。所以我刚刚前面就有讲哈，你们两个的契合度比较多是在那个表面。生活、生存、应对别人的时候，各方面都非常契合。可是要进到最内心，认识最内心有一个躲藏的真正的自己的时候，那个是非常遥远的。我刚刚是不是说了？好，所以它这一个你们两个的镜子的这一个功能啊，其实它会慢慢被凸显出来。你们彼此会慢慢发现说，原来自己内心最不想听到的声音，最不想看到的自己，最脆弱的声音，最低的那个低语的声音，其实对方都能够当成代言人帮你讲出来。会在一些事情，会在一些事件里面，就突然的讲出来，突然的叫醒你，会有些难受，会有些反抗，可能会造成一些小纷争。可是直到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们彼此都是让自己成长、内心成长、心理成长，快速看到自己、找到自己真实方向的一个蛮好的镜子。好，因为我这边我觉得就是镜子啦。哦，来，这个镜子的功能哈，我要比喻一个现象，就譬如说你在看电影嘛，我们常常电影有两个镜头，一个镜头是会照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一个是照着主角自己。因为主角的自己是非常多的包装，想要展现给别人看的那一个样子，可是内心的东西却会在镜子里面的那个镜头被照亮出来。你们两个就是这样子的两个身份一直在互换哈，好，你可以理解到这点。那至于各方面都还好了哈。这边有说你们如果以4种能量风水火土的能量来说，强弱的位置不同，也许你是风火非常强，它就是水土非常强。好，这个地方你们会产生一种非常强大的互补，然后会产生一些共识。那你们最大的共识是知道分配工作，你们会知道彼此的优势，然后会分配给彼此擅长的地方，然后做辅助。譬如说，就像一个人擅长吃饭，一个人就擅长洗碗，一个人非常喜欢洗碗，一个人就是不擅长煮饭，这个关系这样。一个人非常会打扫，可是另外一个人非常会整理垃圾，非常知道要怎么清东西。在对于要清东西就大型垃圾的时候，非常挑选能力跟舍弃的能力非常强。那另外一个人是善于整理分类出来，可是他对于筛选东西要丢掉不丢这个能力就很差。在这方面你们就会有互补哈。那至于生活上出游也是一个互补状态了。你们在彼此的优劣势上面有很强的意识到，你们是很重要的 support， 很重要的资源。所以在这一份安全感跟安定感出现之后，才会造就我刚刚说的，你们两个的关系的一个增加，是在于空间的一直大量的变化，就是会非常多的旅行，在旅行中让你们两个亲密感变近，然后认识彼此，认识的更多。来，如果真的要讲差异的话，我觉得你们童年的阴影所造成你们的影响不太一样，快乐也是。虽然快乐都是快乐，可是你们小时候所塑造的自己的快乐人格，这个部分是你们唯一的差异。所以有可能看电影的时候，两个人哭的点不同，笑的点也不同，看电影的喜欢的风格也不同。虽然都是喜欢看喜剧，可是喜欢的喜剧的点不同，这个差异是非常些微的。那即便两个人都想去京都，可是一个想看樱花，一个想看枫叶，不太一样。那有些有一个人喜欢看建筑的古迹，可是一个人喜欢看古物，会有这种非常些微的差距在你们两个之间。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你们会最后回归到命运之轮的这个分配。这是为了两个人相处之上的一些我觉得一种比较变形的互补啦。从这里再到这里再到这里，我都觉得它有一种很奇妙的变形的互补，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互补但看起来也像，但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互助合作，里面一种非常高级、节奏很快、效率很快、效果也很好的互助合作的一个关系。所以在你们两个感情上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小动作、小帮忙、小记忆点来累积你们感情的那一个热度，所以才会说这段感情持续很强，因为你们会一直找到两个人在彼此这个爱情关系里面的价值。好，那差不多。这里给的讯息很多你也知道这一题1号讲的非常快讲得非常快，就是表示内容非常多。
讲的慢慢的也是可以讲到1个小时哈。啊，没关系，我就照我的我感觉到的节奏来跟你们说了。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的一些额外的个性部分哈，再深入探讨一下。来，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其他的个质的个性的一些其他的补充哈。他这个人的一种团体合作的组织力很强哈。他比较喜欢全面性思考，所以你跟他一起出去的时候，你可能只要跟他讲说你想要出去几天，可能讲个5天，他大概会分配一下要去的地点，5天可以去哪里，甚至一些铁路的规划、高铁的规划，或是一些就新干线的对话什么，反正随便，然后就是这种路线的对话，他会大概会想到一个路径，所以他们可以规划说今天这里就比较节省哈。那他如果大家是一起出去5、6个人，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他会蛮会组织大家的关系、座位啊，或是房间啊，或是去哪里啊，然后他也会去调查大家的喜好啊，然后再去分配整个旅行是一个非常平均的，不会有人都没有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或是逛到自己的地方。然后他大概也会观察到每个人的个性、节奏感，然后就可以大概知道去哪个位置会比较好啊？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那一个彼此个性的乐趣。他就是那个组织力很好，分辨能力很好，他是一个分门别类啊哈，然后判断整个大方向，然后知道抓准最精准的那个地方，而且他是一个分配能力很好的人，非常平均哈，他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哈，跟大家相处的时候，所以你跟他出去吃饭之后，即便遇到新朋友或旧朋友，他每个人都会顾到，他会关心到哈。那他不会让某些人觉得自己被冷落，但他也不会让新朋友来的时候，好像焦点都在让对方在别人身上，然后让他压力很大。他可能会私下先跟这个人先说几句，不会在他都在桌上的时候就开一个话题问他，让他回答，压力这么大，不会。他这些方面的细心度、敏锐度非常强哈。那他这个敏锐度很强，还会实践在他的具体行动上了。所以你刚刚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有的时候节奏很快，速度很快，做事情的节奏很快，却是非常细腻的。而且他有的时候会先已经安排好很多事情，却不着痕迹的，突然在你需要或者时间到，他才告诉你说他都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实践力是不彰显的，他的敏锐度，他会先细腻的感觉到说有些事情要事先安排，可是他不会先提醒你，不会先询问你，除非到了整个事件的一些关键点的时候，他觉得过不了，他才或者找不到方法，或者需要询问他才会再询问你。其实大部分很多比较简单基本的事情。譬如说你讲说你可能想要去法国看什么东西，你只是随便提一下，然后他在跟你讲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我想过了，我觉得我们大概10月去比较好，我们从这边去再转机什么，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好呢？也许你没有这么认真，可他已经思考过了，然后他给你的这个方案跟想到的东西，你会觉得实践力跟具体的呈现效果应该不错，所以你就很容易就觉得说好啊，那我们就照这个方向走，你会觉得很安心，然后这个东西都很细腻，它会展现得出来，有很多事情好像是很随机的。好像很随性的、很轻松的，其实他是认真思考过的。就在他你看不到的位置，在他不太讲话的时候，你以为他在玩手机，在干嘛？其实他早就心里在盘算这些事情，在整理这些事情了。那他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缺点的东西，可是又彰显了他的优点，就是他其实时常在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因为他压抑的点不是在回避或什么，他只是希望把自己的时间跟各种能量都花在一些比较富有价值的事情上面，他不希望把很多时间跟情绪浪费在负面上，他希望在更专注在他的生活里有一些正面价值，能够让他加分的价值上面。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像在压抑一些负面情绪，没有，他只是觉得没必要沉溺在那些，然后他会立刻就转换，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负面情绪，其实他有，只是他转换的速度非常快。好，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也可以丢给他一些你的负面思考、负面情绪或者心情低落，你会发现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正能量，可以抵消跟消化这些东西。你可以学习他的转换，而不是完全逃避。好，那差不多就这样哈。那这个人大概就这样，虽然好像没有讲很多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可是第一次见面的状况各方面都还蛮美满的哈，好牌还蛮多的哈。好，那就这样哈。那
记得留意不同影片里面相同的讯息，那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讯息。好，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你们好哈，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你和新恋人相遇的第一天哈，你和恋人相遇的第一天的情况哈。来，我们一样来看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趋势哈，记得哈，不同的影片如果有出现相同的讯息的话，你要记得把它记住哈。那大概就是你所能感受到最强烈的一个讯号哈。来，好，我们先来看金币6，他有一个机会哈，他有一个机会，他会是他跟你的学长、学姐、前辈、长辈有关系哈，他可能本身就是你的前辈范围，我觉得他不会太远前辈或是长辈介绍来的，会有这个关联哈。那他会对于你现在的生活跟食物一些你现在所需要的事情有帮助而出现，因为这是一个桥。这里是一个桥它已经在别的故事线整合完整圆满之后，桥也搭好的时候，它会出现。那至于它现在范围距离，这个等一下再看。我们先来看这一个界面的状态。那这里还不确定你们的喜欢程度啦，但是可以确定你们2个的好感是很瞬间的就累积起来了哈。来，这我已经讲到这里了，我看一下。因为这里已经可以看到，看一下这个部分好，这个抱枕，我觉得你们应该还是属于彼此的互相好感，还是属于一种能力上的，然后工作能力上的互相欣赏有，可是节奏比较慢，需要非常多的聊天，或是非常更多的认识所以你们不会是第一次见面之后就会有那种非常强烈的情感的能量就爆发起来的。可是内在底下有一些很深的连接，会慢慢的连接起来。所谓很深的连接，会影响到什么？可能你在晚上做梦都会不小心梦到他，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梦到他，可是那就是因为你底下对他的很多的很深的印象啊，很不错的感觉啊，对话的内容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好感，很难具体说的那个感觉就在底下衍生出来了，产生出来了，所以你有可能会在别的地方会想起他，或是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会觉得他讲的话很对，会用他的逻辑或是他的话来去讲出来，可是你有可能会淡忘是这个人说的，你把他已经渗入到你自己的血液里面，变成你的话，你会忘记，那表示他对你的影响很大。那他还有另外一种水能量有关爱恋、爱情的感觉，会在你可能会在梦里会梦到，他可能会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你有可能会梦到你在梦里跟他有一种很像恋人的感觉，谈恋爱的感觉，可是醒来才发现说，我跟这个人也不熟，可是那个亲近感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拉近，然后你在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在这张牌现在所看到的牌里面，我觉得这个进展速度算慢的。因为它的节奏也不快，尤其这里又出现了宝剑6，它已经定义了整个节奏的速度，而且力量牌本身它是一个缓缓的柔性的，把那个有力道的力量、有力道的作为，那个有效率的作为，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渗入，产生一些结果了所以从这里，我都觉得它有一个距离感，所以它要发展到爱情，它是按部就班的，慢慢的成型出来那基于这个点，我们来翻一下它这里的连锁顺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趋势状态等我一下，好，到这里不够，这里好了。我看一下等等好，
他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们确实是两个人互相帮忙，而且好像是他帮助你比较多。那他在帮助你的过程中，他有越来越觉得你很需要他，在他心理上有觉得让自己觉得他会觉得你需要他，然后他被需要的那个感觉很好。然后这个前面会有一些比较多的生活、工作上的一些联系。我觉得他不一定是工作上，他也不一定是你工作里面要刻意来帮助你的，只是他所会的东西，他所理解的东西，甚至概念呐、方向感呐、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指导啊、心理上的指导，他不一定只是对于技术上的一些帮忙啦，他是成为一个很不错的贵人的角度会出现啦，只是要产生感情前面他还是要有一些互动，他这个互动就是你慢慢的需要他，你渐渐的需要他更多，而他也很享受这一个部分哈。那你们之间的情愫就慢慢的被累积出来，然后最后会交换一些心思，会讲一些私人的事情，可能会在一些出去啊、特别的场所啊、娱乐的场所，大家在交际的场所才会谈到、再聊到这样，然后你们会慢慢的达到一个不错的平衡，才会再进入一种新的关系，就变成说在工作以外啊，其他的时间会在有更高度频繁的约出来聊天啊、喝咖啡啊、吃饭的时候也会约见面这样，所以一点一滴的这个感觉就会建立起来。所以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就已经产生了蛮不错的依赖状态了。在对话里面，你依赖他给予你所需要的资讯，他也依赖着你需要他的那个感觉，他会建立在这个他的快乐、幸福感是在于你的需要，而你是从一个比他再强大的依赖感，觉得他有很多你想要挖掘，他有很多你需要学习或是很想知道的东西，他那边都有。说你会自己去制造很多跟他对话的状态。那这个一开始我觉得都比较像是朋友，或是我觉得就是朋友，然后很难一开始就察觉到你慢慢的是走向爱情的方向。好，来这个角度我先翻这里好了。哦。这边确实也暗示，这边说明了我刚前面说的，它底下那一个，你们其实不太知道你们是往爱情那个方向走的啦哈。它这个比较像是一种知道了很深的秘密，他已经知道了我刚说的这一件事情，可是他说不能说出来，这个真的要让他慢慢的发现出来哈。那还有一些未知的啊，还有一些不能言喻的、不能明说的东西，这两个都有说，都是要在后面让你们慢慢体认到的时候，它才会具体的存在，才会有理由的出现了哈。这样子，然后会渐渐的让你走到你渴望跟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爱情模式，它是一个比较坚固的、比较坚实的、比较稳定的感情发展状态。爱情这一件事情确实是要慢慢的才会浮现出来，没有这么快哈，因为这边的水能量都不够，而且有一些的水能量都浮现在一些所谓的遥远、遥望、幻觉、迷雾里面，要等迷雾或是一些困难散去之后，一些不踏实的感觉散去之后，才会真正的扎实的接住那个爱情的感觉。所以没关系哈，他这里的走向也有一点点像是突然才发现说，原来你们是互相彼此喜欢的，所以现在的状况，你有可能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大哥哥大姐姐，然后他有可能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有感觉，这样他会在某一刻就发现说，这一个隔阂、这个距离、这个阶级、这个层次、这个角色早就不存在了，早就不存在了。哎，好，你们感情出现的时候会蛮确定的，会确定，我们之间有那个感觉会很确定，他会在一个蛮成熟的时刻，两个人会大概就会同时确定的了哈。然后这边其实说的时间感比我说的更近其实他这边有透露对方在好，我先说你们已经见过面了。好，这里讲的，我觉得从这里这样流传下来，我觉得你们已经见过面了。所以他这边讲你们第一次见面时候讲的是之前的，已经不是未来了。所以今天来选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说下一任新恋人你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我觉得2号牌的朋友比较像是给你一个线索，告诉你说他现在的关系跟你是这样。因为前面我们要讲现况跟现在跟你的连接，这里
都连接出来一件事情，是差不多要在一起了，或是已经水到渠成了，可以在一起了吧？这几张牌都这样，它是一个很连续性的。那以现在来讲，对方其实已经有这个准备，对方其实有感觉到你们两个是适合在一起的，所以也没有所以哦，我觉得他已经直奔往那个感觉去了，所以他应该会开始有一些比较多的举动去跟你表达想要在一起，或是他已经有表达出你两个。或是他已经对你有表达出一些跟其他人比较不好的示好，就像我们其他的题目，比如说告白、表达心意的话，他现在已经进入那个会表达心意、要表达心意，让你发现你们俩的关系比较不一样，想要在更进阶的状态哈。因为这4张牌实在是太顺了啦。哦，那只是核心牌是金币6的话，我只能说你现在还没有感觉到，很有一个可能是。他还在把自己包装成是可能是你的前辈，或是跟你的关系是比较好的朋友，或是他是你的一些心灵导师，或是你一些生活的一些解惑的角色这样。可是他应该已经有在透露出你们的关系可以再更进阶，还有他对你的表达已经或是暗示各方面都已经比别人多很多了。也许你接受不到哈，可能是你接受不到哦。来，这个东西哦，看一下，我翻少一点好了。这边说你该感觉到了呢，因为大部分都是已经时间都到了，而且连节制牌都出现了哈。而且节制牌出现的感觉是说，这一份情感在之前就已经有表达到了，你接收到了吗？还是你没有注意到？你要注意一下，他有这个人对你的喜欢有表达出来了耶。哦。如果没有的话，那问题是什么？这个也是可以看啦，只是有些这样子哦，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一直这样？因为我确实有感觉到有蛮多的疑惑点出来的，就是。我的疑惑点是，从这里很顺，这里很顺，这里已经到后半了哈。你们相处生活里面，除了我唯一觉得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现在还是把它包装在跟你的关系是另外一种不是爱情的方向。可是他对你的表达各方面都已经有点像是说要让你知道他喜欢你或什么的。可是你没有接受到，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他表达的不够精准，或是他表达太害羞，或是他没有那么的坦然的把它表达出来。但也许有，因为魔术师牌这里都是一些爱情单刀直入，就是要。表达的很明确的讯息，那你还没有感觉到的话，就2个原因，一个你跟他的话就是表达的不清楚，你没有接受到；第二个就是你可能啦有一些观感上还没有跟他有连结，或是你没有把这件事的可能发生。先预设在他身上，所以即便他做出来，你也没有直接的反应是知道他是喜欢你的，所以他确实是还有一些阻碍阻挡哈。既然阻碍阻挡的话，我看一下这边还是有一些，这里哈，这里先这3张我觉得太多了哈。好，的确，你们的阻碍是角色的问题。你们的确是这个角色的问题。你们彼此他因为这个角色，他还没有自己把它突破成是可能是爱情的，或是跟你表白成他是喜欢你的。他现在还是在一个他可能是前辈的状态。在跟你聊天，在讲话，所以他的表达跟喜欢已经被塑造成有点像是关爱的感觉了哈。那而且你们2个人有一点点对未来的计划跟方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哈，所以很难让你直接联想到你们2个是未来是在一起的。所以即便他有表达出那些东西，其实你是感觉不到的，因为你会觉得他跟你是反方向，他跟你是不同世界，他跟你是不同层次的，所以他那一些好确实是已经被塑造成有一点点像关爱的感觉了啦。好，这边有说你们现在的问题是听不到已经讲得都非常清楚了，听不到看不到，所以要注意一下他这份表达可能会在两个失误里面同时出现了，一个是你感觉不到，一个是他表达不清楚，这样好，目前关系
关系上是还不错啦，只是要往爱情那边走的话，这个路径有一点点阴错阳差的走到别的方向去了哈。来，这个我看一下，这个好了，因为这里还是有一些4张牌，我把这4张牌翻出来看一下。你们一些心底关于爱情的烦恼、寂寞孤单的烦恼，好像还没有交换，还没有讨论过这一件事情，可能是你们感情的突破点哈。所以你们的关系上面讨论，好像还没有真的在讨论爱情这件事，尤其是之前的爱情过往的一些伤痛或什么，好像还没有认真讨论到，而且他还要进阶到你们2个彼此对爱情的想法，这件事情是没有讨论到的哈。所以看来这一个新的距离，内在新的距离还有一点点哈。那你们2个彼此的互相帮忙、互相支持，甚至是互相牺牲自己的时间陪伴，这些都还是被建立在朋友上面哦。那在于2个人现在这个关系确实是处在一种错觉状态，可是没有被解决，也没有被挖掘。如果有人去提醒说，其实你们的关系应该再更进阶，然后会产生一种有点听不到、看不到的状态，也就是说没有接收到这个讯息了，蛮符合前面的这个走向的吧。这里很多牌都在讲，你们的沟通在某一些需要进阶成爱情的这一条路上是断线的，是没有桥梁的。所以如果啦，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知道我在讲谁，然后你对他也有点感觉，我看你可能要主动一点去跟他聊一些感觉爱情未来的价值观或什么，然后或是讲讲即使彼此心底的感觉这样。那如果想不出来是谁的朋友，那你可能要等待他有一些新的觉醒，他觉醒到他能够表达到这个层面，然后他觉得他按耐不住，他一定要再把这个关系进阶。可是我这边看起来，他好像也还没有学会哦。不是说他没有意识到，我觉得他还没有学会，或是找到那个窍门，要怎么从跟你的关系的身份有高一点说就前辈，因为他这里金币6的能量太强了，他在你们的角色设定上有点太不像会走到爱情这个方向了啦，所以他那边他需要有自己的突破，他必须要换一个角色，换一个角度，要在更平等的状态去跟你讲话，或是要再更单刀直入的讲说，他不希望你们的关系是这样，他希望能够有更不一样的关系发展，他必须要有一些更强的主动性啦，不然这个就会这组他就会一直这样子持续下去，他就会变成你生命里面重要的人而已。要走到爱情，我觉得可能就没有那一个，就来的会太慢，太慢会晚到，他就会错过了最美好的时间啦。可是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捕捉到新恋人的话，会捕捉到他，就表示这一组你们会进入爱情的几率是蛮高的，所以我不觉得他这个持续，或是他会一直没有觉醒，想到他要再更多一步，因为他现在应该已经做出一些对于你的好啊付出，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关爱了。他其实也在期待你能感受到，其实他对你的好是因为他想要跟你转换关系，不要只是一些只是关心关怀，应该要更多。其实他也在观察你的反应啦。好，这组我觉得，该有的讯息都出现的还蛮完整，只是有一点可惜他没有直接就冲到爱情那边，各种水能量要冲到爱情的都，我来找一下好的位置其实这个位置还蛮好的，圣杯10，他现在讲的是说以现况来说，其实你们2个的感情感觉是非常适合进入爱情的，而且因为水能量是富足的。水量是富足的，而且如果旁边有朋友帮忙的话也是可以。可是因为你们的关系实在太像朋友了，他转换这边虽然能量的转换都是满点的顺畅的，可是它有点太硬了，它好像就是要180度转弯，或是90度转弯就要直接转换成那个，它一个缓和的讯息我觉得不够强，只是这里的讯息都在讲说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可以了，可是它没有提到那个柔软的地方，它比较像是说
如果他现在就跟你告白，他按耐不住，他等不及了，他跟你告白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适应期，你们的关系的转换期，前面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尴尬期，这样子。因为他这里这个和缓的东西没有出现的很强烈啦，都比较莽撞哦。好，那没有关系，你可以静观其变，然后看他自己。如果不知道是谁的人，可以叫他自己浮现出来。知道的朋友，你可能要做一些反过来的动作，多些关心，多一些讨论，这样子试看看哦，聊看看，或是试着跟你觉得的是那个人的人聊看看，好、哦，说不定有可能性。因为有的时候关系的转换才会有意外惊喜，因为人的感觉会变，好，人的感觉会变，会升华，会扩张那个水能量。哦，他才会有时候很人是需要被提醒的，提醒出那个关键字，他才会知道说，因为他内在的感觉是这个定义，哦，是这个关键字。很多时候，很多感觉没有必要被在乎，或是没有必要被定义的时候，他就是略过的啦。可是感觉会一直在啦。哦，尤其还有很多人是他没有办法去具体的呈现或是表达他内在的感受。哦，他没有办法成交那么多层次，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在聊天，需要在挖掘，需要被提问或提醒的时候才会知道。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他本质上的一些性格哈，让你察觉一下可能是谁哈。来，好，绝技抽3张哈。好，再来。好，他这个人个性后，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一个外在蛮吸引的人，很多人看到他都还蛮喜欢他的哈。因为他还蛮乐于展现自己，比较受欢迎的那一个部分哈，所以他会把自己的优点优势都展现出来。如果他工作很强，他就会拼命的展现他工作优势的地方，他会去补足补习，让他加强他那个。你可以说他是爱线，可是这可能是他的所有的能量、力量的来源、精神来源哈。那他对一份关系跟大家，他很求一种安全感，而且他这个安全感，他还会付出非常多实际的行动去塑造这一份安全感。所以基于这个点，我觉得他现在认为他跟你的关系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范围里。所以你要他突破，或是直接就破题跟你讲说，他想跟他表达跟你说，他其实不想关系直接将要进入恋人的话，对他来讲，他是一个突破完全安全感的东西。对他来讲，这方面是非常挣扎的。而且尤其他又觉得说，如果这件事情做错了，他在某方面来说，他会觉得很没面子，其实是有这个感觉的。那可是，在他内在有另外一个个性，其实在跟这个东西在做对抗，就是他在于未来感、未来观，对于世界的展望、未来的进行方面，他的这个理念上面，他是属于一种喜欢开拓新视野的人。所以当他发现说你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可以再更进阶的时候，他内在又有一种冲动或是一种向往，就觉得说明明可以再更好，为什么我们要只保留在这里？所以他会在一种安全感的突破、安全感的被突破、要突破不突破的这个挣扎里面在挣扎。所以他对于你的表达，我觉得他对你的关怀已经进化到他可能是对你的喜欢的付出各方面，对他来讲已经是稍微的突破，而且每一次会一点一滴的突破。那每次突破，他心里都会有一点挣扎。他其实也很怕接不住你的反应，你的拒绝或是接受都一样，或是他也有点接不住你的发现他喜欢你或这些，他其实也是胆战心惊的在慢慢的往前走，所以他这个节奏才会这么慢，才会到现在我这边都看得出来，他好像都还是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关系，所以终究还是要给一点时间。很多题不管你怎么看下来，他都是要给一点时间，不是每个人的发展都基于大家都是细腻的人，都有自己细腻的那一面，刚好这里他的细腻面在他不想要这么快去突破那个安全感，或是他还找不到方法去接住这个安全感被突破的下一刻，所以他的节奏是非常慢的。那你们的关系会在这边持续还要多久？应该还要一阵子，但是我不觉得他走的那个方向
最后会转弯，不再走爱情那个方向。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因为要往爱情那个方向转让关系换成另外一个，所以才会这么战战兢兢，或是一步一步的突破了。好，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哈。好，那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啊，记得不同影片也有相同的讯息，如果出现的话，你要注意一下哈。那谢谢你来听，我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们第一次见面哈，你跟新恋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点和前后的影响。好，来，我们一样选择5张牌哈。来，我用这张，这个好，来看一下整个结构的连续哈，然后再做扩展哈。好，先这样。好，现在看中间哦，这么奇妙。最近出现6的，在核心的牌很不错哦。就6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外来的和你本身内在的哈，你本身的水能量、气氛能量各方面都已经算是圆满的。那它一个就是外力进来的协助，一个是如果是金币的话，就是会有一些贵人哈，会有一些新的好的力量进来。那水能量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旧的好能量进来哈。所以我会觉得他应该会跟你所认识的人有关联啦，以前过往的人或什么，他可能是你的旧朋友，或是你参加同学会啊，参加一些老朋友的聚会的时候才会再出现。他不会是你旧的已经认识的人，然后进化成恋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当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能量的反抗哈，可能觉得我讲的太窄，或是太死角，所以。我就有翻一下，好，得到一些小讯息，觉得翻一下，确定一下，会不会也有可能是一些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归，然后变成恋人哈。看一下，没有，我觉得新的角色的成分比较高，而且这个新的角色一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比较强烈、突如其来的、很强烈的状态进入到你的生活里，让你有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我觉得它不像是一个旧的朋友，或是你已经认识的老同学变成你现在的新恋人，没有，它是老同学、旧朋友、老朋友所带来的一个新角色了哈。我觉得这个状况会比较明确一点，我觉得也比较符合我刚在翻牌的时候一个直觉的方向了哈。有的时候我会刻意的逆着我已经得到讯息的方向去走看看，看那感觉顺不顺哈，我就会知道说有没有往下发展的可能了。看来这一组是没有。来，我们再往下看一个东西哈。好。这一次见面之后的一个连续发展了哈，那看一下，这样好了，你们很快就会因为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有一些话很投机哈，然后就会有蛮多私底下的约会和见面哈，然后了解彼此还蛮多的，无论是事业上啊、心灵上啊各方面都能达到一些谈话上的平衡哈，还能达到一种舒适感，你们彼此有疗愈的功能，在聊天的时候会达到比较安心舒适的感觉，还能够轻松的表达自己，还能够讲到比较远的一些个人的展望哈。那讲话的时候有比较能够互相认同彼此的价值然后那会从一些比较轻巧的简单的生活的见面里面，私下聊天之后慢慢建立起感情啊。所以我不觉得你们在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会有感觉，就爆发出来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这里可能比较没有发展出来。但是这边的节奏感来说不算慢哈，你们情感的提升啊、进化、进步的速度也不算慢啦。哦，来，哦，它差不多要出现了，还没有出现哦，它差不多要出现了，然后有蛮高的几率，有可能，我看一下哦，他有可能是在工作场合哈，所以他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你的老同事或是老同学做了一个媒介，工作上的媒介或介绍哦，以前认识的人介绍给工作上的人，然后认识了，然后这一组比较特别，是在工作上遇到的时候，那个感情的能量就会跑出来了，而且节奏还蛮快的哈，主要就是说，其实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就会互相喜欢了啦，但是应该工作的场合，它不一定是你去工作，它有可能是你去参加你的朋友的工作，他们办的 party、办的展览，或是办的什么东西，然后
你遇见，或是他们的店或什么，然后遇见开幕庆或什么，然后遇见这个新的人哈。这里几个都说，这整个连续的进展差不多已经来到后段了，很多能量都已经差不多完整了。然后这个人所带来的那一个爱情的感觉，还蛮符合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状况。他的人啊，那个气氛啊、情调啊，各方面都还蛮符合，比较接近你自己想要的状况啦。这里1、2、3、4的连续没有任何阻碍，然后就直接走到了刚刚我们所定义的，会从你的过往的旧的记忆的旧的人际关系里面所带，把它以一个新的角度把它带来哦。好，所以你要尽情的去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啦哈，尤其是已经认识蛮久的朋友，尽量去参加，因为他没有确定他一定会在哪一个时段或是哪个时间出来，可是他差不多也要带来。那有一个小疑问哈，好，看一下好了，这边翻2张，好，这个人应该跟你的朋友认识蛮久的哈，甚至有可能是你的朋友的前任。有这个讯息，好，反正他们现在关系已经不是，他就是变得比较良好的朋友。反正他跟你的朋友也算是认识蛮久的，然后只是第一次出现在你的眼前了哈。有这个讯息，但不一定是完全，但是有这个讯号。好，那我觉得，讯息上都还蛮顺的哈。来，我来看一下一些其他的有关于你们的关系上的哈。来，这个我还蛮想看的哈。好，这些，首先呢，你们的个性上各方面的协调度都很高哈，很平衡。你们的生活的价值观跟你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时间表、生活的节奏，其实还包括兴趣上也还蛮接近的哈。而且工作好像也蛮类似的，还有你们的金钱观也还蛮类似的。那你们的关系其实确实是在很多的约会跟很多的相处，你们只要会慢慢的累积出来，每一次的相处都是一个加分哈。其实所以你们可以比较高频率的约出去。聊天啊、约会啊，各方面的以朋友的方式都可以哈。反正这个爱情的进展节奏，我觉得速度都还蛮快的，没有什么阻碍。那你们还能够，刚我前面已经说了嘛，你们还能够谈天说地嘛，所以心里的一些障碍、疑难杂症都可以拿出来讲哈。好像彼此都有彼此，因为你们有非常高度的共识啦，所以解决彼此心理内在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节奏感各方面都还蛮顺的，没有什么阻碍。好，还有甚至你们在工作上的一些困难，还是人际关系的一些困难，反而你们两个都还能够彼此，你们比较像是一个队伍哈。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还蛮有默契的，即便不是要走入恋人，成为朋友、成为伙伴、成为讲别人八卦的好朋友，也都有机会可以实践出来哈。那之后你们会再进化成一些新的关系哈，无论是成为恋人还是成为很好的朋友，你们都会再进化成一种更亲密的关系，然后会塑造出两个人的语言模组、生活方式，还有你们会有自己的小圈圈。这个讯息也蛮明确的，所以我才说，无论是成为恋人还是好朋友，都还不错啦。这份关系的创造本身就还蛮特别的，而且很契合，所以你们其实转换成任何关系都可以啦。表示说，这段关系只要在遇到的时候，都还可以走得还蛮长远哈。无论在身心灵上的契合度，各方面都还蛮相近的。再来，你们本来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已经还蛮喜欢彼此的，蛮欣赏彼此的，一开始就有，而且是欣赏彼此的作为，欣赏彼此的个性，各方面气质、说话谈吐、讲话的方式，其实一开始就还蛮欣赏。它不是一种爱恋的欣赏，而是有一种崇拜的欣赏。所以你们是处在一种互相崇拜、互相迷恋的角度，然后慢慢的契合起来，然后在一起。所以你们很像是互相暗恋，可是一开始就已经突破了这一点。如果你们两个是互相不认识，在同一个场合工作的话，你们会处在一种互相暗恋的状态。好，来，那这2张，我只能说，你们两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种很棒的协力状态了哈。那会有竞争者，应该说就是你们两个在某方面来说，在我们的领域上，在朋友圈来说，都有自己的粉丝群，喜欢你们的人都有。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常常听到谁有喜欢他，谁喜欢，所以你两个人附近从来不缺
竞争者，但是也不会有实质的竞争啊，只是他在你们两个在一起旁边的那个风的能量，我觉得是混乱的，是有很多爱慕的，是有很多挑战的哈。那这点不太会影响到你们了，因为你们两个比较在乎彼此心灵上、对话上的默契。那这个部分在一开始就有很高度的默契，所以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我们两个自己在一起就还不错了，不需要有太多的杂音或什么，好了，也不用太担心。所以你们两个未来在一起，无论感情开始有变成恋人了，在一起比较久，其实你们的相处比较多的情况，还是会比较接近很要好的朋友。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你们会打闹、会玩耍什么的，好像是好朋友。甚至刚认识你们的时候，并不会直接觉得你们是在一起的，只会觉得说你们是很好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在一起的。好，那这样子也不错了哈，因为你们能量的基底，我觉得还蛮好的。然后。你们会觉得自己是本来就应该认识了，好，这么慢才认识的人嘛？有啦，有这个成分啦，但是不会这么明显啦。但是慢慢的，你们两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即便当恋人时间很短暂，可是未来还是还蛮有交集的，会一直有连续着，也有可能会分分合合。就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没那么认真，后来分开才发现说想认真，然后认真的时候发现有点太认真，然后两个又分开，就有一种分开近。他也不算是真的分手，但他也不算是真的在一起，有这种可能会有这个状况，但也不一定会发生。但是也有可能是两个人的契合度一开始就非常高的时候，就立刻在一起，就立刻黏腻在一起。可是我觉得这个速度以前面我犯的来说，我觉得发生的几率有点偏低，它还是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在平常相处的时候找到一种很强的协调性。它这个协调性产生的时候，并不是直接把你们带入爱情，它是把这一份关系创造的非常美好。所以我刚刚前面一直在说，你们这组更像是创造一个很好的关系作为起点，所以要再转入爱情的话，是自然而然转进去的。但是它也会转成别的，它也会转入爱情之后转成别的，转成 soul mate 或是最好的朋友都有可能。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比较多元的，至少在本质上，这份关系一开始在建立遇到的时候就已经蛮好的了。好，来，我再看一下其他的点哈，因为讲得很快了，因为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看了哈。来，好，这里哈，这两个先讲哈，你们两个的关系哈，无论是多要好，都会进入到一种两个人就突然成长了，两个人就突然有一个新目标了。有人可能想要去别的地方留学、游学，各方面要离开彼此一阵子，这可能是你们两个关系上比较重要的一个挑战。那他这个挑战不一定是远距离的，而是说其中有人他必须做出一个大改变，那两个人要去适应哈，这个跟在一起或没有在一起都要需要适应哈，都会有一个转换期。本质上是不会变，但是环境或是做法、生活各方面会有一个大改变，那这个是要两个人一起去适应的啦。那然后彼此的关系要小心一件事，就是不要觉得说我为对方付出，对方也要给自己回报哈，其实对方也用了他的方式为你付出，只是你没有直接的感觉上。所以对于回报这一件事情，尽量要拉小，尽量只是去享受为对方付出后，不然整个感觉你会有一种错觉是好像都是你在付出，这个是你们的关系上很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觉哦。这是你们关系上唯一我觉得看到会有一点小小失衡的状态。好，尽量着重在自己付出的快乐就好了。好，来，我再看一下别的。好。7，9，我觉得你们可能要讲到的一些缺点，可能就是说，你们会把彼此的生活上的不安隐藏起来，这个是需要再多说出来的，因为你们两个的契合度、更换合适度是需要心灵上要更多的负面能量的交流啦，这个部分能够把你们两个绑得更紧，关系上更紧。可是好像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都太偏向于只展现快乐跟乐观的那一部分，而且习惯于都只展现这些，所以那些不舒服、不开心的东西就都藏在底下。明明就有一个很强的欲望，希望讲出来被理解，可是最后都放在自己忍受起来，不希望别人知道。可是其实这个人，你跟他，其实你们认识之后，在一起之后就会变得很接近，这些都是彼此接得住的东西。这个东西丢出来要练习，而且这一个反而是你们关系上基础上面一直有点薄弱的地方了，所以在这里会有点
才会造成刚我前面说的有一种幻觉是好像都是自己在付出，可是其实是因为你们没有太多的理解彼此内心比较低落的那一刻的语言的诠释，所以你没办法去体会，其实对方也有把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都没有展现出来，放在自己身上，自己忍受下来。所以你们这个方面所谓的彼此的需要、心灵的依赖啊、依偎的这一块都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之后，就会变成两个人都很像在关系上装的，表现得很坚强，只表现快乐的那一面。但是这种极端的快乐，其实就会让悲伤变极端化了。那它到最后就会变成是，虽然我不会说这关系会分开，可是总觉得你们心灵的沟通上是不完全的。所以要试着哈，无论你现在是跟别人在一起，或者这个人在出现的时候，或是你未来有恋情的时候，记得你要关系也要比较立体化，除了喜怒哀乐各种表达都要表达出来。好，不用表达的这么满，你的需求不用表达这么满，可以用一种玩笑的暗示的方式，轻轻的讲一下，看看对方的反应。有的时候对方听到，他不一定会立刻做出反应，可是他会在内心里面消化，他会用别的方式去表达，说他听到了，他有在做，他有在为你做。所以那些很细腻的东西，也许不会照着你的规则来，可是它也许早就已经出现了，只是你没有观察到哦。所以这边有很多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用你自己的方向跟你的角度去认为对方做的事情是为了你，还是有回报，还是有没有感受到你的话，那看的角度都太窄。有些东西是要蜻蜓点水的，一点点的去表达出来，然后对方有感受到，他会慢慢的转个弯，可能要几个礼拜之后才会回来去为你做。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了，在一份关系里，不管是因为这份关系这一题是创造蛮好的关系的，我刚刚就说他到恋人、best friend 或是 soulmate 都有可能，表示这是很完善的关系，这是很好的关系。他在这边却提示这个地方，就变成说你们关系总有一个盲点，就是不立体。一直努力的塑造一个美好的视野，可是其实内在某些灰暗的东西，还是也要拿出来分享，两个人要接住，才会比较完整，这份关系才会比较完整，不然他会一直有一种空洞的感觉。他有一种空洞感，那么这空洞感觉也不会导致到分开或什么，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升级。那为什么要升级？因为他会升级到你们两个能够做更多的事情，那个彼此的信赖感、依赖感、安全感会更加重，这样子以后你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生活上各方面有能力，前面都会有更大的愿望，会想做更多的事情，然后第一时间就会讲到跟这个人一起，那就是关系上的升级。当然不升级也 OK， 但是它就会有一点平淡，那平淡之后就会变成无聊，它最后就变成乏味，有可能会往那方向走，但是也有可能会平平安安的就到后面，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人的内在会随着时间跟你的经验各方面会升级，所以这关系也要跟着升级。那这关系要升级，那就是内在你们两个的内在的那个各种喜怒哀乐、各种面向都要能分享到，都要接触到，才会比较立体，才会比较具体，才会一起升级。好，希望你能够体会到这点。好，来，我觉得这关系应该还不错了。我觉得光是初期见面各方面，算是有按部就班的，有打下不错的关系基础，才慢慢进入爱情。好，那可以期待，哈。我只是把这一个缺点这方面凸显出来，但是我跟你说，即使没有很认真的解决，没有什么大碍，只是看你有没有让它变得更超乎你的想象的好啦，更超乎你的想象的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其他的面向哈，让你大概可以想想会不会是谁哈，或是其实他已经出现了哈，或是让你好奇一下他的本质上、性格上的各方面哈。来。好，我们再来看他本身的哈，他这个人其实是蛮有想象力的。他的工作上各方面，其实他还蛮适合做一些创意的工作、设计的工作、艺术的工作，各方面创作型的工作。那在公司发想上面的话，他对于公司的未来的方向走向啊，或是一些新的企划或什么啊风格各方面，他都能够提到非常好的意见。那在你们相处上的话，如果你们要旅游，有一些地点啊或什么，你可以问他，或是请他做功课，请他想想，他都会讲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因为他对于整个生活或是想事情哈，他是会朝向一种偏向比较天马行空的，他也是务实的，可是他会尽量偏向于一种不可预期的
方向，所以基本上你跟他旅游还蛮多意外的惊喜的因为他会突然搬出说我们可以去这边，其实他早就已经想好了会有一些生活上蛮多意外的惊喜的。就算你跟他平常去吃餐厅或什么，他都会提出一些他已经看到的餐厅，你也发现说他其实连咖啡店都有收集一些没去过的，餐厅也是没吃过的东西他会换，他不会一直重复吃一样的东西，他会久久再吃一次，可是他会希望每一次的间隔都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他这个人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充满的惊喜啦。那然后他对于他想做的事情，他要去做的事情，他都不会先告诉别人。所以他譬如说他想为你做什么事情，他带着你做什么事情，他自己就会先去把东西都安排好，然后弄好了才会告诉你。你可能会觉得说都没有跟他讨论不好，可是他的人的个性就是他的独立性很强，尤其在行动力上面他是非常独立的啦。他有的时候会忘记先去问别人，可是我相信他所安排的跟他所选择的东西，比如说餐厅啊、旅游，他们都已经非常品质都非常好的。只是你内在会有一种失落感，是为什么不先问你，你也想要参与？其实你只要后来每次都跟他讲说你想参与过程，你想关于想的话，他就会知道说，当他只想一意孤行，靠自己的品味啊、想象、计划来去过的时候，他就会想说如果我没有把你拉进来一起参与的话，你到时候他又要解决，或是他到时候又不想要你有这个抱怨，所以他后来就会停这个脚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你可以知道像这种行动力上非常独立自我的人，其实你要给他非常多的暗示，跟告诉他你的需求，他就会把你的需求跟暗示纳入在他的个人独立的行动范畴里面，而不是你看到他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的时候，那你都不告诉他，然后看他自己做，然后结果他选的东西你又没那么喜欢，然后就勉强接受的情况下，会累积出很多不好的感觉啦。因为他本身也不是这么觉得，他的独立性质不代表他自私或者是不听别人的想法，他的独立性质是他喜欢自己去把事情完成，不需要麻烦别人，他会比较有效率，结果会比较好。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各方面的时候，会在他还没有行动前或在他行动中的时候，就似有似无的，或是很坚决的把它就讲出来。我相信这种行动力很独立的人，他都能够接受。因为他在乎的不是有不同的想法，他在乎的是浪费时间，他在乎的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浪费别人的时间，或被别人拖垮，或是拖垮别人的时间，你知道吗？他的想法是这样子。那再来是他在人际相处上面，或是他在跟你相处上面，他在对世界上，他比较要求一种平等啦。这个平等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感啦。他对于有种不同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他觉得大家都要有平等的拿到一样的东西很重要。所以你可能会发现，他对于社会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他会有点生气，政治上的啦、宗教上的、国家上的议题上的，他会有点生气。他这东西是非常敏感的。然后在朋友之间，如果大家一起安排要去什么的时候，他不会去遗忘谁没有参与或是谁没有去问。可是你知道这件事就跟他这个做事情很独立、很冲突，所以他其实个性上有在这里挣扎。他想要去关心别人，他想要又把每个人都顾好，又希望每个人的意见都能表达。可是他要做的时候，他又会觉得说他会把大部分的事情都做好，只把不麻烦的事情留给大家去讨论。可是他有时候就这个缺点就会变成说，大家就觉得说，你怎么都把事情都决定都做好，你都没有让大家一起参与或什么的。好，他这个部分就是他的缺点了。可是我们要把好地方看，就是说，当你交代他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行动力、时间力、效率跟效果都非常好，因为你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做的时候，所有事情都做得蛮好的。所以跟他相处的时候，要能够好好利用他这点，要欣赏他这点。有什么事情他能够做得好，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做，不要参与，把这个手放开来给他。譬如说旅游，也许你很想去北海道旅游，你有很多想法，那你就在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大概想去哪里，你想什么季节，你想什么季节，什么时候去跟他去，你再跟他讲这个，他其他的安排什么他都会实践好，你后面再跟着就好了，不需要介入太多。不需要介入太多，你其实跟他相处会比较舒服，因为他能做的事情会比你想象的跟你自己做的多很多，这是他的优点啦，优缺点并存的一个特点，把它注意一下就好了。好，那就是这个人那一样在有些相同的讯息在其他影片出现的话，那你要特别注意那谢谢你来听到，这就是今天3号牌的讯息。好，祝福你们。